原来这结魄灯日夜长明了300年，却没有结出半点影子，是因为素素并没有魂飞魄散，只是彻底将我忘了。没有魂飞魄散，凡人跳下诛仙台怎么可能不死？除非他是神仙。你说他是神仙？不错。哪来的神仙？都没上过天宫啊！他就是青丘女君，白浅上神。你说什么？此事暂时先不要对任何人说。我还有2件事情没有想通：为何当初他全身没有半分仙气，流落到东荒？为何到如今又忘了我？等会儿三叔先缓缓，我得捋捋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东华帝君，他最清楚300年前青苍破钟而出的事。我去趟太晨宫，麻烦三叔替我收好结魄灯。素素就是白浅，白浅就是素素。那当年你岂不是白折腾了？早知道就是他，娶回来就完了，四海同贺呀！太子殿下是来找帝君的吗？不错，帝君已经下凡间历劫了吗？是，已经走了。你一直跟在帝君身边，可清楚300年前青苍破钟而出的事？这事不是已经结了吗？青丘的白浅姑姑封印了擎苍，后来受伤睡了好多年。没有其他的？余下的小仙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云生，姑姑多年不来串门子，此番真是不巧得很呢。碧芳娘眼下正离家出走，四叔叔昨日寻她去了。若是姑姑不嫌弃，且让余生好生招待一下你老人家。真是天大的兴趣啊！每天追着一只鸟去跑。我都习惯了。哎，姑姑，我们快进去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你这样子有点奇怪，莫非是我二哥来了？姑姑真是算得一手好瓜。二叔早晨就来了，黑着脸，没看我们都在府外待着吗？实在不敢在府里待呀。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小五，进来吧。二哥，走吧。对了，姑姑刚来，肯定没用早膳。云生给你姑姑准备早膳去。小九呢？前几日还在我那狐狸洞里做饭呢。他为了东华，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。300年前回到我府上，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，才算老实。他若在你府上，就给我看牢了他。二哥放心，我定会将他绑在青丘狐狸洞，不会再出去丢人现眼了。东华帝君那个救命恩情，二哥也请放心，小九欠东华帝君的情，由我这青丘成了，我这做姑姑的来还，定不让小九那丫头
好不容易断干净的孽根，再生出点什么枝芽来。这东华帝君啊，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仙，爱不得，也不能放在心里，捂不热的。好。你怎么忽然来了北荒？这不是刚好那水君的儿子满月吗？将帖子递到了青丘来，爹娘都出去游历了，我一个人闲来无聊，就过来看看。这东海在东面，你若要回青丘，也应该走东荒啊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这不是四哥让我从折颜那里讨2壶桃花醉来，我就正好送来了。折腾。那我先送去膳房了。姑姑不用早膳了。我走了。这是四哥要的桃花醉。哦，对了，姑姑，方才我偷听到你去东海宴席了。是去了。据说太子殿下也去了，姑姑可见到太子殿下了？见到了。当年太子殿下来北荒平叛，云生有幸为太子殿下送北荒图，太子殿下的风姿，这是让云生毕生难忘啊。300年前，你不过还是个小仙童，怎么记得如此清楚？不瞒姑姑说，云生最爱听别人讲这个太子殿下了。姑姑可知，四海八荒近2、3万年的战事，只要太子殿下出马，一定所向披靡。若是日后姑姑与殿下成婚，一定不要忘了带云生去。我先走了，小心伺候里面那位吧。小殿下，小殿下，你慢点儿！哎呀，小殿下，娘亲，娘亲，你说话不作数，明明昨日说好要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。迷谷万死，姑姑命迷谷好生守住青丘，可太子殿下的到来，我实在拦不住啊！迷谷请求责罚。夜华君也来了。父君说娘亲不愿意同我们回去，是怕一时住不惯天宫。这没什么，我和父君搬来与娘亲同住就是。只要有娘亲在，阿离是哪里都住得惯的。你要搬来与我同住，你父君也要一起来。姑姑，淡定，这也是有先例的。先例？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，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表姐做太子妃，天君不满意，老天君一指天指下来，就把他罚到了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。没想到1个月之后，竟生出了情意来，便回了天宫为一桩美谈。美谈？对啊，夜华君来青丘小住，自是名正言顺，谁也驳不了他的去啊。我倒觉得他此番来是来找我麻烦的。姑姑在东海惹了夜华君，我棒打了他与那东海公主的姻缘。哎呀，那夜华君还不在，姑姑还能躲上一阵子。他不在啊？他把小殿下丢给我之后就走了。娘亲，阿离有些饿。你那里可曾留下饭食？不曾。小九呢？他在不是有人做饭吗？你走了之后，他就随着你去凡间报恩了。又去报恩了？莫非是东华帝君？罢了，我们先带阿离去蘑菇集买些吃的吧。来。他为了东华，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。300年前回到我府上，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，才算老实。他若在你府上，就给我看牢了他。
这天上一日，凡间一年，最多不过2月，小九也就回来了。二哥该不会察觉。小九啊，小九，你可要快些回来，否则这次连姑姑也保不住你了。姑姑，姑姑回来了，怎么不见凤九殿下？往日都是小殿下给姑姑挑果子的。快回来了。这太甜了。姑姑，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，你做什么要将她教得这么老气呢？姑姑什么时候添了个小娃娃呀？昨儿添的。哦，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。蘑菇集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，不知道小殿下你可喜欢？娘亲，阿丽想要这个。拿吧。哎，姑姑，大丰收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！姑姑，丰收了就只得贱卖。去年结的少，你们也赚了不少。果子看起来不错。你挑水果的功力是小九亲传的，你来挑吧。那这家就要半筐吧。叶华君，你来了，刚好。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，要一起吗？阿丽正在长身体，你就给她吃这个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蔬菜？这个枇杷还要不要？要。小娃娃管咱们姑姑叫娘亲了。是啊，还把这男人叫夫君呢。姑姑回来了。这2条鱼啊，是小的孝敬姑姑的。姑姑回去炖了，将养身子。多谢。他一个人照看儿子，确实该补一补。去做饭吧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做饭的呀。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你连天雷的劫都立得了，我看好你。娘亲，我饿了。姑姑，你饶我一条小命吧，我是迷谷树精，我最怕火的呀。我知道啊，但我又没让你把自己当柴火去烧了。阿离饿了。我实在想不明白你，明明青丘是个仙乡，却被你治理得像凡间一样，男耕女织的，见不到半点仙术道法的影子。若什么事都用仙术来解决，那不是太没意思了？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。我还想着什么时候给他们备个战场，让他们意思意思，互相打几架，免得闷坏了。那倒挺有趣的。到时我遣几名天将来给你助兴。我受伤了，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嘛，姑姑。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，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儿。那团子怎么办？迷谷，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，说青丘出了不得了的大事。可我找不到他，姑姑。
那这样，你去狐狸洞口贴个告示，就说狐狸洞需要厨娘，现在就要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样就好了。烧个火，添个柴，总会吧。再多添点水。哦。哎呀，仙夫人委实好厨艺啊，将夜华君调教得如此好。哎呀，不对，他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，今日提起来，岂不是揭人伤疤？他同你一般，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添柴。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，他在军旗山怎么活下来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怕你伤心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素素，你看，都伤心过头了，都将我叫错了，不是？你去过东荒吗？东荒，昔日我和16师兄去东荒玩，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，猜到我是司音了，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来狐狸洞常住，想要找回师傅的仙体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一脸心虚的样子。没有啊，啊，你这个菜快做好了，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。先不管他，我就不信，玩了7万年的事情能被他查出来。父亲再让问，阿离就变成皮球了。变成皮球多好啊！这样为父带你回天宫时都无需腾云，将你团起来滚一滚，就能滚进你的静云殿了。父亲是坏人。如今你倒是找了好靠山。没事啊，倩倩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阿离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尼古叔叔，你要多补补。倩倩，替我批出个书房处理公文。你要处理公文？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。哦。米谷。去把之前4哥的房间收拾收拾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米谷，过来。姑姑，是要睡了？啊，都睡了。小天孙每晚亥时入睡，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什么时候走？这倒没说。姑姑不是说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？米谷倒是怕。怕什么？米谷听闻，九重天已经找墨云上神的仙宗有7万年了。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，姑姑。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，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那米谷先走了。
夜华，你还没睡啊？阿丽已经睡了，就来找你下棋。下棋。夜华君，好兴致。找谁？姑姑，这是太子殿下案前私摸的文官，嘉云星君。这个是太子殿下私占的天书星君。姑姑，殿下昨日吩咐过了，日后的公文就送往这里。送公文？哈，姑姑放心，小仙只每日晨起来一次，拿走前日批好的，再送些来代批的即可。哦。那这位姑姑请放心，我就是来保护殿下和小天孙的，但绝对不会打扰姑姑和殿下的生活。给姑姑请个安，就会在姑姑眼前消失。没有殿下的准许，姑姑是绝对看不到我的。姑姑，昨晚没睡好。昨天那个太子非让我陪他下棋，我太困了，想在岸上伏一会儿，结果就那样睡了一夜。我补觉，他交给你了。好。哎呀，慢着，你家姑姑可在洞内？姑娘找我家姑姑啊？不错，我是洗梧宫素锦娘娘的人，要面见你家姑姑。我家姑姑与你家君上，晚上下棋，白天散步，现在累的正休息呢。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我家娘娘也不是不能容人的人，况且还是未来的帝妃。娘娘派我来，也是一片好心。这白浅上神与太子殿下尚未行礼成婚，便就终日缠绵交颈而卧，终是不太妥当。就连当年的天君也不似这样。再则，这妙清公主将被请上了天宫，太子殿下也万不该冷落了她。我们青丘哪有你们天族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规矩？哼，一个区区的小仙，就在这叫唤，是欺负我们青丘没有人吗？就是对呀，分明是故意寻个理由来为难我们青丘武士。你们君上有个小老婆就算了，还带个儿子，我们姑姑都不嫌弃你们，你们竟然还嫌弃我们姑姑。你们这帮刁民，竟敢诋毁我们天族规矩多！滚！马上离开青丘！对，马上离开青丘！马上离开青丘！快走，快一点！滚出去！离开青丘！快，你赶出青丘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快走！尼古，哎，在吵什么呀？回姑姑，是天宫的素锦娘娘遣人催太子殿下回宫，我还没同那人说什么，就被咱青丘的人赶走喽。素锦，夜华的那个侧妃吗？是啊，姑姑。那些人怎么这么凶啊？那小仙子说话不太好听，说姑姑你同太子殿下为行礼成婚，便终日缠绵交颈而卧，终是不太妥当。就连当年天君也不似这样。大伙儿一听，就气得将那人赶走了。我知道了。
画得不错。方才你那位侧妃遣人来叫你回宫，说了些话，虽有些失实，但我掂量了一下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什么？他说，你我尚未行礼成婚，便终日缠绵，交颈而卧。他虽然说的不是真的，但是我想你整日住在我这狐狸洞里，确实不太妥当。你觉得呢？我要来你这里住，便来你这里住。左右你才是我的妻，旁人管得着吗？若我在正经年纪成婚，孙儿也有你这般大了。先前你屡次提醒我，你长我几万岁，可是想说什么吗？随口一说。那仙娥说你把妙清公主也带去天宫了。不错，芊芊，先坐下吧。还是躺着吧。啊？选个舒服的姿势，手抬起来，面朝向我，带着微笑。非常好。他这是要为我做福丹青。这个太子怎么阴晴不定的，一会儿冷脸，一会儿又春风满面了。那妙清死活不愿嫁西海的二皇子，但他对阿离又有救命之恩，我便让他去天宫做个婢女。待他想通了，便会自行离开。其实那西海二皇子也没有那么不堪。你认识？又来试探？不认识啊，我只是听四哥提起过。而且那二皇子不是墨渊上神的弟子吗？想必也不会如此纨绔吧，估计是借口罢了。芊芊，你还有什么想与我说的？还有一件事要说。说吧。我的手麻了，可以换一个姿势吗？随你。听说你从小就在狐狸洞中，芊芊刚满1万岁你就来了。不错，算起来的确那么久了。芊芊若要做上神，按理说要经历2次天劫，一次飞升上仙，一次飞升上神。对啊。既然你看着他长大，想必知道他是如何经历这2次劫的。让我想想。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太好使。姑姑飞升上仙是在昆仑虚，这太子殿下莫非是为了查墨渊上神的事而来？要小心些。我家姑姑飞升上仙，恰逢在狐狸洞里，狐帝亲自帮她挡了。至于飞升上神嘛，太子殿下也知道，那是跟擎苍大战了一场。和擎苍大战？不错。他与擎苍大战一场，才会失去记忆，化身凡人。一花一花，他就是你的素素。
为何你还要反复确认？不管他忘了还是没有忘，他回来了就够了。太子殿下，你是想到什么了吗？如此高兴？没什么，我带你家姑姑去凡间。凡间？这太子殿下真难做，一会儿阴，一会儿晴。今日这雨下得甚好，终于不用陪他去散步了。夜华君，你看，今日不知哪方水军布雨，恐淋坏了夜华君。不如我们今日还是在狐狸洞待一日吧。夫君说今日带我们去凡间玩。所幸今日凡间倒没有下雨。啊，你们要去凡界玩啊？哎呀，你们应该找一个土地公给你们带路啊。你看我呢，每日待在狐狸洞，对于凡界的路我也不熟。娘亲，阿里想要你去。等我换件衣服好吗？胖子喽，胖人喽。娘亲，我想要这个。好。要哪个呀，小少爷？来，这个。拿着啊！你的主子能买下这一条街了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了。来。好嘞。百草味坚果，健康又美味，快来尝鲜啦！百草味坚果，小少爷，百草味坚果。干爹，我要这个。替我装一包吧。好的。怎么今日有兴趣到凡间来？我记得昨天佳云报来一大摞公文，看他那神色也不像什么闲文书。今日是阿里的生辰。来两包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阿离生辰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早告诉我。他好歹叫我一声娘亲，我一份礼物也没备，也太叫人心凉了。你要送他什么大礼？夜明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送人夜明珠不是你这么多年来的习惯吗？小仙送小珠，老仙送大珠。虽然送他夜明珠十分名贵，可是阿离人小不识货，送他也是白白浪费。你不知道，我有一颗半人高的，像月亮一样的，把它放在阿离的庆云殿，看着也开心啊。那可是四海八方独一无二的。哎呦，在这儿啊！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小少爷。不客气。吓死娘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芊芊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我这7万年，从未离开过青丘，也不曾伤过，方才想起的莫非是梦？怎么了？哎，客官，菜都上齐了。哎，客官，来。哎，这小少爷长得灵秀动人啊。小时候长得可爱，长大了容貌怎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们慢用。娘亲是不是嫌弃阿离了？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，一双有力的拳头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。更何况，女孝妇儿孝母，依我看，阿离长大之后模样也不会差的。娘亲生得好看，阿离自然也不会差到给娘亲丢人。对，不
管阿离以后长大了是什么样子，都是我心头的一块肉。我总是最维护你的，你晓得的哈。干爹对阿离真好。哎，两位客官，这老窖啊是小的刚热的，正好此时喝，你们品尝一下。谢谢。哎，白柚，你爱吃这个，多吃一点。这个你最不爱吃，但是对身体好。你瘦成这样，不心疼自己，我都心疼。芊芊，似你这般听不得情话，以后可该怎么办呢？君上，姑姑，天君寿宴，四海八荒的神仙大都前来祝寿。西海二皇子蝶峰来到天宫不久，便来到此陈殿，说是有要事要与君上面禀。贾云不敢耽搁，便前来寻君上。你陪陪阿离，我先回天宫一趟，晚上我再来寻你们。好。哎，客官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怎么就您二位啊？刚才与您一起的那位公子呢？这附近可有什么好去处？好去处有啊，从这边往南边走，有一个茶馆。这个茶馆啊，价格虽然高了一点，但里边说书的说的可是相当好啊。说书？对。那我们就去茶馆吧。哎，好，谢谢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咱们书接上回。话说这条蟒，两位请。斑斑点点是闪银光啊！张嘴吐信他惊人胆，左右寻时令人慌。斗树摇，石头晃，有人落入他的口，十拿九准，是一命亡啊！于是这三人互望。你父君在天上品口茶的功夫，这凡间也就天黑了，咱们就在这坐着等他吧。两位够高的乐器向那条金蛇挥出一拳。太子殿下，我在凡间还有要事，此烛一灭便得离开。那臣就长话短说。近日离开东海满月宴的仙人们，先后都遇到一群人，不知身份，只为取我们的性命。竟有此事？可有抓到活口？没有活口，都被妖法夺走了性命。16师弟的意思是，那些人是妖法做出来的傀儡，所以他们的主人极大可能来自异界。异界？真请大人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，告辞。阿离呢？阿离呢？怎么好端端的跑到青楼去了？兄台，你可晓得这市镇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？那楼便是。多谢。如此一甚好公子，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。唉，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！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，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。不过听着听着，你怎么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什么楼了？可
刚才有个小胖子在大街上公然亲一个小姐姐，这个小姐姐又不让小胖子亲，小胖子没亲到又很生气，招了他身边几个丑八怪，将小姐姐围了起来。我跑下楼想去救她，他们却没了影子。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花楼。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，可没见着什么花来。这是凡间的叫法，不必太过讲究。后来我就没寻到那个小胖子，找来找去没找到，进去一间厢房，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。娘亲你就来了。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你夫君，好不？阿离明白了。一盏茶后，本君再回来与你细谈此事。殿下慢走。多好看啊！是。哎，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本王好生仰慕啊！好说好说。哎，哇，这手也是又白又嫩。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，不知公子可否？哇！你调戏我老婆，倒调戏得很欢快。你来了。能将我阿爹引得生一场气，你也是个人才。这次别过，保重。大胆！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啊！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若刚才不来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你怎么被揩油也不知道躲一躲？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。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吧。摆盏灯吧，两位公子，摆盏灯吧。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。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，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？留个念想罢了。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？走。既是二位公子，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。我们这小镇呐，一共就3家客栈，王掌柜和李掌柜那2家昨日就订满了，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，就匀出来这么1间。你看，要不先凑合一晚上？麻烦你取些热水来。好。顺便做几道小菜。好嘞。吃不了，便洗漱睡吧。
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，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。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。君上，不必追了。属下失职，望君上恕罪。无妨。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，君上不打算追究吗？他们不是真人，是妖法做出的傀儡，专为杀人而生。就算追上了，也只会化作灰烬，问不出什么的。妖法？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？方才蝶峰上仙也说了，从东海离开的群仙，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。本军正准备彻查此事。君上，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。是。娘亲，这个粥很稠。乖。这里的饭菜甚难入口，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。难怪，尝着这粥，和你做的粥一样。从前在俊极山时，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，我也吃不惯，却没见夫君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。我稍后有事，还得回趟天宫。夫君要走了，常玉说过，小别胜新婚，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，竟然还舍得分开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让孩儿好好想想。天上的日子哦。啊，是天君的寿辰。不错。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？贺寿。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，夫君自己去就好了。嗯，好。你放心吧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，我带团子回去。姑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呢？回天宫去了，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。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？下午去集市买些枇杷回来吧。殿下果然守时，一盏茶便是一盏茶。方才在凡间，我也遇到了你说的人。殿下也遇到了。他们怎么敢对殿下下手？并非要对本君下手，他们是想要一个上仙的命，恰好被我的座下天书遇到。那殿下可留下什么活口？留了活口也无用，那些人都被妖法所化。是，就是妖法。这些人来自异界，可异界早已归顺天族，为何忽然会如此做？此事先暂且压下，先查出那些被追杀的仙人们都是些什么身份。是。这小孩子
这么一哄就睡着了。夜华也真是好福气，有你这么个儿子。三叔与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既然知道素素就是白浅了，为何不把她赶紧接回天宫？她可是与你有婚约的人。我不是说过，他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吗？真的忘了？那一定是折颜上神的忘情药了。看来他还记得你挖走他双眼那件事，才将你彻底忘了个干净。如今你住在青丘，是如何打算的？我想从头来过。从头来过？他是素素时，在天宫里没有任何好的记忆。既然如此，忘了就忘了吧。我只要慢慢来，让他心中有我。这一次，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，名正言顺的娶她为妃了。也好，如此也好。娘亲，夫君什么时候回来？阿弟想吃蒸蘑菇，想喝白菜萝卜汤。应该快了吧？夫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不是和你说过，阿离现在长身体，不能整日里只吃这些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，给他改善伙食。你真的在盼望我回来？夫君，娘亲脸红了。是盼着你回来做饭。蘑菇仙，你这贴什么呀？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，机会难得，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，哪怕是造屋内的，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可就这一会儿，那狐狸洞前排了甚长2行队，这会儿去怕是晚了。不晚不晚，就在今夜，还来得及。走。陪我吧。陪我啊！你在做什么呀？跟我登记一下啊。还会风雨，一会儿就到我了，知道该我了。就我打得过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。天明谷说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煲汤。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哎，我会做鱼。下一位。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跟过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2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尼姑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好了，走吧。走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。
你这般皮兰，一坛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形貌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真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真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真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真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真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真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叶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真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少卿已经打听到，在元真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，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少卿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
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，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稹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稹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四海八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？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换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。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呦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稹18岁立的是什么劫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。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，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，
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嫁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不过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倩倩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步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她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婢女？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，本君明白。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运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
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春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节是美人节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，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。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欲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，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，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我要做道姑？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父，只是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，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贞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贞舍不得师父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贞明白，可是多谢道长这几年对元贞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贞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9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1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
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